首先，伊朗这一次打破了我们对于以色列跟美军的这种单向情报霸权，这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伊朗怎么打那么准？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中伊铁路被炸掉，也就是每天其实中国到德黑兰的源源不绝透过铁路运输。可是，在运了些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除此之外，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跟伊朗他们签订了一个长达4000亿美金的25年的战略合作。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不只是谁帮谁，战争始终改变格局，威吓美国本土力量。我认为这些都是在中国、俄罗斯跟伊朗之间的交互影响。好，观众朋友，赶快来看到中东的战火现在升级，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方面，新领袖现在要开始展开正式的复仇战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波湾国家现在也陷入在震荡里面，会不会沦为全新的下一个战场呢？再来会看到中俄在这当中是否有暗中布局来帮助伊朗改写整场的战局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刚刚提到了，其实呢，哈米尼被斩首之后，最新接任的就是哈米尼的次子了。这位是穆吉塔巴，他也正式宣告了说，现在复仇的行动才正要开始。他是56岁的穆吉塔巴。那我们来看到这位是前美国的外交官，同时呢，他也长期研究有关于伊朗的问题。他是这样子评论的，他说呢，穆吉塔巴比他的父亲更糟，而且要更强硬，是这个接下来革命卫队的首选的候选人，所以他就会有非常大的仇要报。会要报仇的原因，也是因为穆吉塔巴家族中有4名的至亲都在这一场美以的轰炸当中丧生了，包括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以及他的1名儿子哦。CNN 是这样子来描述的，他说穆吉塔巴本人也在战火中受伤了，是引述了来自于伊朗媒体的报道。但是呢，美国智库又在多家的解释，他说呢，穆吉塔巴现在整个人是躲起来的。以色列时报则是持续的说呢，其实从战争爆发以来，就再也没有看到穆吉塔巴了，这是来自于西方的说法，但是未经过任何来自于这个各方的证实。伊朗方面现在又做了哪一些动作呢？虽然看不到穆吉塔巴，但是他的持续的轰炸绝对是持续的。最新命令对美军基地跟以色列发动的第一波报复性的攻击，锁定的就是中东地区的美军据点以及以色列北部多处的军事设施都被炸了，这是针对于美以的攻击。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关心呢。同样的战火已经波及到了波斯湾地区的国家，有一些哪些地方遇袭？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西方媒体做的评论，说穆吉塔巴已经逃亡了，这是事实还是西方刻意放出来的一个心理战呢？强硬派的穆吉塔巴接下来接任所谓的新领袖，是否要美国跟以色列血债血还？战争是否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干哥又怎么看？好，穆吉塔巴他被选为继承人啊，说句实在话，跌破了所有西方对于伊斯兰的认知跟他们的这个什么，就说多年的研究心得，因为他就是世袭继承，而不仅仅是什叶派的神权会议，他们是不太希望世袭的，连哈米尼本身他都不赞成。他说我的儿子，我的后代，当时他在世的时候讲的话，不仅仅是说穆吉塔巴他这个二儿子，他还有其他儿子在世的时候，他也不认为他是要接班啊，交棒给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说我们最痛恨的就是巴勒维国王的世袭啊，他是世袭他的父亲，甚至他还要把他的皇位，然后在这个继位给他的儿子瑞莎，瑞莎现在是在这个国外流亡，所以他说我们是绝对不会赞成的。可是现在你要知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的时候，为什么由88名高阶这个神权教士所组成的专家会议，终于确定还是由穆吉塔巴来出任？那就代表着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在国家这么动荡危急之际，我们需要有一位具有领导分量的人出来。因为其实坦白讲一句，以穆吉塔巴他今年才56岁，太年轻了。其实，在这么高阶的神权的教士面前，他的火候是不够。当然，他是在就是在他父亲的那个以前的庇荫之下，他也是作为一位神权的老师啊，他也是专门在教授伊斯兰教，专门在教授可兰经，他所教授的教义，甚至会号称说比
我们其他阿拉伯世界所教授的教义要更加的深奥，更加的精髓啊。所以他其实在神权方面，他的这个血统是不会容置疑的。然后他的家世又是哈米尼的儿子，亲生儿子，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推举出来一个能够马上能够号令天下，能够让大家觉得说他是够分量的。虽然我刚才所讲的一些不利于他的因素，可是后来在专家会议里面还是被排除了。你知道这88位这个这些神权高阶教士里面，一个96岁的，一个是99岁的，这2位真的是就是说他们是最具分量的。他说那就是穆吉塔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需要一个这么有分量的领导人，所以他们共同投票选出了穆吉塔巴作为新的领导人。可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听说他在战争之中也受伤了，我觉得这是很可信的。也就是说，那个《华尔街日报》等等，他们认为说他不太可能在美军跟以色列联合攻击之中安然而退，对不对？你看，父亲哈米尼被炸死，母亲也被炸死，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自己本身就是穆吉塔巴自己本身有一个女儿，甚至后来传出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也死。这个儿子不是年纪不轻哦，已经20多岁了，快30岁了。也就是说，他等于是哈米尼的第3代了。那照这样讲的话，究竟是4个亲属在战火之中死亡，还是8个人？因为有另外的媒体，就是说伊朗自己本身的媒体说有8个人死亡。那这个因为没有办法核实，我们只知道说在空袭行动当中，穆吉塔巴他要全身而退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他受伤的情况怎么样？说一句实在，我也是认为说他可能受到了轻伤，而没有危及生命，否则他就可以继续的站出来发号施令。当然也有一些媒体在帮他缓颊，他说他现在只想活下去。我认为穆吉塔巴本身他虽然是比较年轻的领袖，可是他如果仍然受到原来的伊斯兰的原教义派的熏陶的话，他是不是会对美国跟以色列采取一样强硬的路线？但是强硬的本钱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会去估量，应该不会想象的像这个报道中说的那么的铁板一块。不过我是觉得他要赶快确定，赶快决定他要怎么样现身。不然伊朗会遭受到更大的袭击，然后它也会对海湾周边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危害。如果连沙烏地阿拉伯说你再打我，我就会反击了。如果沙烏地阿拉伯也被卷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更加复杂。我希望那个穆吉塔巴赶快出来讲出一些有力的话，可以安定一下整个周边的局势。好，对，目前为止，穆吉塔巴的人，其实在这一场美以战争发生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了，所以才会有一些外界的评论也说，这是不是西方的媒体在做的一些心战？就是说，其实穆吉塔巴本人到底有没有受伤，跟他现在是不是在逃亡等等，是不是西方的媒体在做心战？这个都还要进一步再做了解。但是呢，现在看到整体的这个战场已经不是止于美以之间的攻击了，现在已经波及到整个波湾国家去了。当时在7号的这一天的时候，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他才在7日说了，伊朗不会攻击波湾国家，并且对之前的行动攻击都表示歉意。但是5个小时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立刻打脸总统，说总统说的这些话是错误的讯息，伊朗方面会持续的轰炸，并且我们会正式的开启圣战。那确实就可以看到9号这一天，在波湾国家被通报了，有很多地方遇袭。好，我们来看到这当中包括有这个无人机飞到了沙烏地下巴油田被拦截，然后波斯湾的石油设施也被轰炸，巴林的海水淡化厂遭到攻击。这个海水淡化厂其实提供数百万人供水的，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沙烏地的住宅遭到军事物体给击中，还有人死亡。巴林夜间遭到无人机攻击，32人受伤。再来就是阿联酋了，工业区爆炸，卡达的首都也有多起爆炸，美国驻在利雅得的大使馆遭无人机攻击，还有科威特的高楼都冒烟，以煤
以媒也在这边做了披露，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针对伊朗展开了回击哦，发动的是首次的报复攻击，目标是他们的海水淡化厂。现在看起来，难道伊朗已经正式的对波湾国家开战了吗？那这些国家又会不会反击？大使又怎么看？第一个，我认为不会开战啊。第二个呢，波湾更不敢反击。因为这个虽然说以色列总统伊朗的总统有这样说，革命卫队反驳啊。我想就是说，革命卫队的想法就是说，你不能说绝对你不会打，如果误击也不要道歉，就是这样。那打不打呢？除非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会打，要不然是不会打的。因为什么？他目标不是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到目前这些零星的报道啊，我看真真假假了啊。那伊朗的战略非常清楚，就是打在这个波湾国家的美军基地跟设施，就是这样。那其他我认为都是误击。对，为什么呢？因为波湾国家不会站在美国跟以色列这一边的，他们非常的脆弱，他们都是一群超级富豪在主导这个国家。他没有战斗意志的，也没有战力的，对不对？他只是说不要站到美国那边就好了。伊朗打这些国家的就是要警告你们不要站到美国那个地方。所以他一开始他们都讲我不让你用我的基地从这个地方去打伊朗，我都反对，包括沙烏地阿拉伯，我认为到现在也是如此。那他连美国用他的基地去打伊朗，他都不允许了，他会自己去打吗？不太可能。为什么他会采取这个立场？因为他太脆弱了。我告诉你，他们这些国家虽然没有什么重点，可是到处都是什么呀？未爆弹。你只要打一个，你打一个飞弹，你打到他的那个储油槽，乒铃乓啷，一切都没有了。他现在储油槽通通是满的，卖不出去，通通是满的。储油设备是一个目标，打起来的话，真的就好，真的就那每一槽油都是他的现金啊。那另外还有什么？就是你的油田。油田被炸的时候，我告诉你，搞不好半年都灭不了。那个大火可是恐怖啊。这些国家是怎么样？看起来平常很风光，我说这波湾很风光，其实他们泡着汽油桶睡觉。汽油桶随时爆炸，他们什么都没了。所以呢，他们不敢站在美国这一边，而且我觉得他们在背后是不然在美国拉美国的一个力量。对，所以伊朗只是威吓他、恐吓他，不会真正动手。真正动手就是已经要什么？就是说已经是同归于尽的那个阶段。现在伊朗还不需要，不需要同归于尽。那所以现在美国事实上在打伊朗的所有的军力都是从2个地方出来的，一个是美国自己的什么？美国自己的航母战斗群在发动攻击，另外就是以色列去发动攻击。最近川普也讲了好多次。B1、B2 都出来了。B1、B2 通常都是从哪里？都是从美国本土出来。这个飞机可以飞1万多公里的。那再加个空中加油，对不对？它够了，它也不需要海外基地。为什么美国会有这种轰炸机呢？它就是要说我没有海外基地，我也打得到你。像今天这 B1、B2 就发生功能了，我也不要海外基地，我从我的 Colorado 这个空军基地飞起来以后，了不起中间。空中加油，我一趟就回来了。炸弹就炸了你叫你受不了。所以美国现在是怎么讲呢？他也不需要，他也知道你们这些中东国家。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川普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只有一个讯息：战争很快会结束，不是战场打不过是油价他没办法忍受。油价已经冲到114了，拼命下，最高140下来了。那他一讲了以后，油价就下来了。他说今天晚上10点半他还要再讲一次，下午5点半嘛，还要在 Florida 还有一个记者会，那就是因为美国跟我东部时间跟我们倒反嘛，我明天早上就会知道他要讲什么。我跟你讲，一句话，川普打不下去了。那他的女婿跟他的这个魏科夫，哇，他的大将要去跟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内塔尼亚胡犯了一个机会，他们要去跟他算账。讲好了不要打伊朗的石油设施，你去炸他的储油厂是什么意思？你要把我美国拖下去吗？对不对？去警告以色列，你打还是要照我的利益打。以色列反正搞成就搞得他一打
伊朗的这个油设施，伊朗就去打中东的油设施，以色列又不产油，也没有油，他怕什么？他把世界搞乱。美国不行啊，川普要选举啊，美国不要把全世界都去怪他，你把他搞成这样，欧洲的这个各国领袖已经在跟川普打电话，赶快停一下吧，不要再这样搞了，对不对？你搞得我们大家经济崩溃，所以川普昨天记者会说，我跟普丁已经通过电话，然后呢，在前一次记者会，记者问他说，是他那个他现在能够点名都是他的朋友，结果那个记者问他说，听说俄罗斯已经提供这种卫星情报给伊朗在跟美国对抗，川普当场翻脸，他说我觉得你过去是我的朋友，你过去很聪明，你今天问这个问题简直是愚蠢之至，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呢？所以他最怕，他现在一切靠谁啊？他靠普丁啊，他要普丁去跟伊朗去帮他打交道了，现在已经在我认为已经在求和了啦。好，这个是美国方面这个川普的态度，川普想停战，但是接下来也要看伊朗愿不愿意停战，还有以色列愿不愿意停战。那同样时刻呢，我们就看到这场战争持续的进行当中的时候，中俄是否也加入了在这一场战争的角力当中呢？我们先来看到中国大陆的部分解放军海军的瞭望1号传出现在部署在阿曼湾国际水域来监督美以伊的冲突。那这艘船呢，又被叫做海上天眼，排水量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3万吨，能够在6000公里范围内追踪飞弹、卫星跟军事的活动。那目前就是如刚刚说的，部署在阿曼湾。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普丁也是力挺伊朗的新政权到底，说是伊朗最坚实的盟友。外媒也披露了俄罗斯方面持续的提供情报，有关于美军在中东的情报给伊朗。那这当中包括了军舰跟军机等等。上志哥怎么看？这2个国家是否有帮忙伊朗？纽约时报有个报道，在此前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包括俄罗斯跟中国，还有他也点名朝鲜，跟伊朗的关系很好。可是为什么这一波除了谴责都没有具体的动作？但是真的没有嘛？其实就像刚刚前面大使所提到的，这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伊朗怎么打那么准啊？你说在过去的12日战争当中，伊朗就是五煞杀，但是这一次只要一打完，特别是其他波湾国家的美军基地，打完不久马上公布卫星照片。那这些卫星照片你搞不清楚伊朗的，但伊朗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间谍卫星在，可强到这个地步吗？我们知道这些卫星现在不只是事后拍照啊，它也可能在这种体系化作战里头指点去做精准的打击。这次伊朗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30轮的这个攻击当中打得太准了，准到其实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一下这次打多准哈。所以我们看俄罗斯长期以来是伊朗在整个军事发展过程当中，他们的军事结构采用俄罗斯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可你说中国呢？大家一般不太讨论在这一次里头中国的角色，但我们来盘点一下。首先，中国从义乌开到德黑兰的中伊铁路，在去年2025年的5月正式开通。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中伊铁路被炸掉，也就是每天其实中国到伊朗的德黑兰的源源不绝透过铁路运输，可是在运了些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对，这个是很通畅，我认为是很重要。除此之外，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跟伊朗他们签订了一个长达4000亿美金的25年的这个战略合作。那外媒欧美当中好像每年并没有真正交易些什么，可是你知道吗？伊朗没公布啊，中国也没公布，你哪知道人家真的做些什么？以及最近也有人认为，除了俄罗斯的卫星之外，是不是包括中国大陆的民用，尤其是吉林1号的农业卫星？最近大家讨论很多，因为目前来讲，它的高精度的东西可能不是俄罗斯的卫星能够提供的。吉林卫星它现在虽然才有100多颗，可是它每天在全世界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它可以拍35次到40次，所以而且它民用商业都可以买卖。所以中国到底对伊朗有什么样？可能不是在战事上给你武器、给你无人机、给你弹药，但是这些恰好就是伊朗非常需要，而且它这次看起来打美国打得这么漂亮，打得这么精准，这些听起来好像刚好得是最大的关键。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其实简单讲，首先伊朗这一次打破了我们对于以色列跟美军的这种单向情报霸权，
伊朗也很厉害啊，没有输。第二个，重塑了这个战争的打法，比如说打美军基地。过去我们总会思考打美军基地，现在都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打日本、韩国、菲律宾美军基地，好像马上就可以打了，不是吗？所以第三个部分还是包括相互感染的影响，包括现在普京现在在炸基辅的部分也越来越狠。以前不会碰，包括泽伦斯基的这个办公室，现在全部在打了。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在很多东西不只是谁帮谁，战争始终改变格局，斩首行动让全世界，包括中国跟俄罗斯也理解斩首行动。那么威吓本土，美国本土力量，像朝鲜也有核武，果然美国就不敢轻易动你，因为从过去包括伊朗没有做。我认为这些都是在中国、俄罗斯跟伊朗之间的交互影响。好，观众朋友，今天关心来自于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的最新消息：80枚的飞弹，伊朗射出来的只是开胃菜吗？伊朗现在最新宣称的，它有2.1万的发射平台，目前为止攻击美以只用了10%而已。炮火现在也持续的延烧到波湾地区去吗？另外，今天会特别来关心有关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军援部分。俄罗斯根据了解有帮忙定位，那中国大陆有军援飞弹吗？这一场中东大战，我们今天会来做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好，来看到是最新消息，哈米尼的儿子56岁的穆杰塔巴正式接班了，他宣布要正式的启动这一场叫做复仇者的时代。前美国的外交官这位是艾伦，他特别说了，穆杰塔巴比他的父亲更糟糕、更强硬。他补充，他是革命卫队的首选候选人，将会有接下来大量的仇要来报复。好，我们赶快来看到，所以呢，伊朗就在8号这一天启动了这一场攻击，这个叫做发动的真实承诺4的行动。这当中出动了80枚的飞弹，就这样射向了以色列，再包括它的北中南地区同时都拉了防空警报，并且攻击到多个城市。4波的飞弹攻击涵盖的范围包括了有特拉维夫，它的首都特拉维夫、海法等主要城市。大量的民众也躲向了防空避难所里面去。5个小时而已，就已经有4波的飞弹攻击。伊朗是这样讲的，他说目前针对于伊朗的攻击，他们只针对于以色列跟美国的攻击，他们只用了10%而已，还有2.5个导弹的发射平台还没有做使用。那另外一方面，看到巴林来自于美联社的报道，也被伊朗所攻击了。这是在他的一个穆哈拉市的一所大学遭到飞弹击中，造成3个人受伤，建筑物受损之外，这是在我们看到大学的部分。沙烏地阿拉伯在这个时候做了警告，因为伊朗也去攻击他们的能源设施，遭到攻击，所以他就说了，你如果继续的对我们展开攻击的话，我们就会让美军来用我们境内的基地来打击伊朗。另外一头来看到伊朗这一次，他说他总共发射了多少的攻击，大约达到了600次的飞弹攻击，2600次是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除了以色列的军事设施、中东多处的美军基地之外，看到的范围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到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并且在这一次的攻击下，伊朗最新做了一个宣称，他说已经造成了美军第5舰队21人死亡，美军空军基地200人死伤。而美国的部分最新消息，他们已经证实了，先前说美军有6个人身亡，现在最新消息数字，美军证实来到了7人身亡。再来看到了，在这个美以轰炸之下，石油设施跟炼油厂的部分轰炸它的石油跟炼油厂之后，德黑兰在3月8号这一天上空出现了一个云层，而且这个云层是突然间变成黑色的，下起了石油雨哦。那么当然了，当局就赶快要求他们的民众赶快去避难，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石油雨是对人体有害的。好，来看到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角色也加入了帮助伊朗吗？我们先来看到外长王毅，他说这是一场根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再来看到是华盛顿邮报也做披露，2艘隶属在伊朗的国营公司的货船在上周从广东满载离岸，外界研判船上是否载有飞弹是要提供给伊朗的呢？俄罗斯的部分疑似也向伊朗提供了在中东的潜在目标的情报给伊朗，包括这当中可以得到美军舰艇跟军机位置的情报。再来看到是中国还向伊朗，这是传出来的，提供了雷达，还有它的红旗9B 防空系统等等。针对于中国准备向伊朗提供了超
这个音速反舰飞弹的传闻，中国目前则是予以否认到底。所以这当中，我们要请舰长特别先带我们来看到中俄难道是真的开始下场要帮助伊朗了吗？这一场战争会不会变成美国对抗中俄的代理人战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的这一个无论是伊朗或者是美国、以色列，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新闻其实非常的不同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视角的话，他们的说法也就是送了非常多的，中国大陆送了非常多的装备给伊朗，但是事实上呢，那我们来看啊，之前这个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它每天不断的提供最新的他们的一个攻击的目标，例如说，这攻击的是一个那个机堡，那这个没有门的机堡呢，结果就立刻被命中。但是我们看了这么多啊，唯一一个比较像中国大陆的装备的唯一一个，其实也就是这一个红旗2的这个飞弹。可是这个红旗2呢，实际上俄罗斯也有。那在这种飞弹呢，那它这里当然也是提供了另外一个就是被击毁的一个照片啊。可是这个飞弹是1960年代的飞弹，也就是距今啊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它也就是辽备一格。至于有很多的说法，也就是说，例如说红旗9B，如果真的在这个部署的话，那应该也会有类似的照片，但是没有，雷达也没有。但是我们如果来看，是不是有相关的军民两用的装备送到了这一个伊朗呢？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华盛顿邮报他所拍下来的接下来的卫星的照片。那也就是说，这2艘船，那其实现在如果按照3月7号的一个地点的话，他们正在通过南海，然后正准备通过马六甲海峡。因为现在的 AIS 啊，它都会显它的终端到底在哪里。那它的地点的 ETA 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伊朗。那大家都认为，那当然他们也觉得这是他们停靠在一个危险品码头，也就是专门送这种化学药品的。那也就是是不是有这种提供给伊朗这一种推进药的这个可能呢？那但是我们这样讲啊，有的时候码头比较繁忙的时候，任何的货柜都会做各种的调派。我举个例子，那个当年海军敦睦支队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靠的其实就是货柜码头，我们的上面还有起重机。那这个是透过那个它的一个港口的安排，所以不一定是靠哪里它就一定有什么。而且我们如果说仔细的看华盛顿邮报的这张照片，我们可以从它的甲板上面密密麻麻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一个货柜而已。那大家也不要想的太多。那至于说中国大陆呢，它是如此，那俄罗斯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方面？例如说有些人认为说会给这个尖端的，例如说定位系统，或者是这一种卫星照相的部分啊。这个部分不要讲说俄罗斯会不会给伊朗啊，我们想一想当年那个英阿的福克兰战役的时候，美国有没有给英国嘞？美国有啊，美国事后承认说他们给了非常多的这个图像资料以及情报资料给英国。那你美国可以给英国，那为什么俄罗斯或者是中国不可以给伊朗呢？而且我再强调一次，这一次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以色列并没有向伊朗宣战。好，所以这一场战争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刚刚关心的是在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角色，但是现在呢，伊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发动了这么多次的战争，到现在为止最新的一次是80枚的飞弹射向以色列嘛，他说我们还有非常多的飞弹平台，2.5万发的飞弹平台，我们现在只用了10%，也就是说这场消耗战会持续下去吗？以色列的防空网撑得住吗？委员又怎么看？有人看门道，有人看热闹。这个以色列能不能撑得住，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说伊朗这个一再轰炸有没有炸掉以色列打击伊朗的空战能力？没有。
换句话说，打击的重点没有打中以色列的空军力量。那打这种以色列的防空网，很显然打的是民间设施。那我们就问一件事情：以色列现在经过这几个轰炸以后，瘫痪到什么程度？似乎还没有到了瘫痪的崩溃边缘啊。那伊朗呢？伊朗的这个防空力量完全没有，所以等于是让伊朗的空军炸得完的，以色列空军炸得完，这是伊朗比较吃亏的地方，因为伊朗没有防空网，这是最大的问题。那伊朗有攻击网，那说伊朗有80枚这个导弹只是开场，他们还有25000枚。他讲发射平台应该讲是无人机啦，如果是导弹不可能这个数量，因为伊朗的财力有限嘛，不可能这个的。他说只动用10%，因为无人机的平台很便宜嘛。那伊朗的发射平台预估不会超过200个大卡型卡车的发射平台，所以现在损失多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损失也不会在少数了哈，可能有一半不见，那另外一半还有一个作战能量哈，所以有100套的发射卡车，有80枚的飞弹机差不多。至于它所谓井喷式的那种井射式的导弹，大概没有了哈，因为目前没看到井射式的导弹出现啊。这个是很不平常。但伊朗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哈，不在它有没有办法攻击以色列。第一个，它没有办法以色列的空军力量瘫痪，所以以色列可以持续对伊朗产生攻击。第二个，现在伊朗最大的困境是他不晓得该打哪里。第一个，如果他打以色列，这是很正常，美以伊战争。他现在打巴林，巴林是什叶派的打沙特阿拉伯或者打这个阿联酋，然后封锁荷姆斯海峡。战争主角就不是美国跟以色列啊，因为这个地方跟美国以色列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再打吧，有什么关系呢？美国也不痛，以色列也不痛。你说以色列、美国船又不进出这个荷姆斯海峡，大家都忘了这是什么？没有进出荷姆斯海峡，跟以色列、美国都没有关系。反而跟谁有关系啊？印度、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台湾，这有关系啊。所以变成说打荷姆斯海峡是等于是另外一场战争，因为主角全部换人了嘛。所以你只能对油价涨，那现在油价暴涨，美元暴涨，这什么意思？美国是获利者啊，是美国，而且中国是损失的，印度损失的，只是损失日本损失是损失的轻重不同而已嘛，哈。那有人讲说美国会经济什么乱？你看到其他国家损失更重，美国那点股价跌那还好，而且美国的债券没有暴涨，没有暴跌，维持稳定，你要从这几个数字来看的话，哈。美国可能还觉得很乐的，你就继续封锁荷姆斯海峡嘛。你要做反封锁，说让你们大家来拜托我，给我钱，因为那是主角不同的战争，而且荷姆斯海峡的战斗跟以色列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所以跟原来的美以伊战争，现在变成伊朗跟波斯湾国家跟其他国家的战争，哇，这另外一种战争这个伊朗能不能找到便宜？找不到便宜，麻烦就在这里，因为以前。会有效是美国从中东进口很多石油，现在美国完全不从中东进口石油，你甚至拿它没办法，完全拿了吧，而且它还石油出口国，现在全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就是美国它会赚翻了，我跟你讲赚翻了，所以这个伊朗的战略困境就在这里，就他不晓得该打哪里，不晓得该打谁，那打了以后，波斯湾国家变成他的仇人，沙特就放话了，你再打你就看着办，沙特的空军力量。比以色列差不了多少阿联酋的空军力量也很强那现在等于就是说，伊朗的民用设施还没有遭到太惨的攻击。那如果未来再波及到伊朗的民用设施，以色列固然受损，那以色列固然受损，后面有钱爸爸帮他补你伊朗就可能中国、俄罗斯都帮不上忙。好，卢委员说了，确实这场战争现在扩大到波湾地区去，包括了巴林等等的国家。那沙烏地阿拉伯也出来喊话了。那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一场战争持续的扩大？先说中国跟俄罗斯会不会在背后支持伊朗？我先说，美国现在背后没有国家支持他。西班牙、法国、挪威是反对，认为这是非法的战争。英国、澳洲现在被要求，但他们现在在犹豫，而且强调不可以用于战争，所以跟过去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完全不一样。美国的盟邦除了以色列，其实没有人愿意参战。那现在海湾地区的国家现在面临到一个两难：美国在用他们的基地，他们也需要美国的基地，但是他可能会被威胁、被攻击，
沙特阿拉伯这边说，如果再攻击的话，会允许美军用境内的基地。你不老早已经允许了。那沙特阿拉伯会不会去攻打伊朗？不至于，双方这个可能不会走到这一步。那最多这是一个壮胆跟放话。那至于现在伊朗跟美国目前的这个情势哈，我觉得在战略的层面，其实伊朗并没有就是说落后太多，因为美国跟以色列是攻击者。伊朗是遭受攻击，还被斩首，这个国家快要崩溃。结果很快的，你看到它整合起来，新的政权延续，然后呢也有节奏的做反击，而且后面可能比过去这25波以上的反击还拥有大概2倍到3倍的无人机和弹道飞弹的储存量。是。那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比较的话，你就发现到。当然，你如果就双方的战损跟死伤人数，伊朗这边一定是很大的。而且像昨天那个德黑兰下黑雨，这个对人民、对社会经济影响都很大。对，我看到联合国的，就是难民总署就公布，在过去这一周出现了20多万、快30万的，就是避难的难民，也就是在国家内部离开德黑兰，还有以色列逃离特拉维夫的这些叫所谓的避难难民。但还没有出现跨国境的这个难民，所以基本上这个政治、经济跟地方的治理体制在伊朗还算是稳定。那现在新的领袖出来，所以呢，他当然一方面他自己权力巩固，二方面这个神权政府他自己也要掌控，第三方面，伊朗这个国家面对美国、以色列这样子的攻击，那怎么样来去表现出他们的这个态度？强硬的态度，有尊严，或者是这个国家不容被欺负的这个态度。那这样子的战略层面而言，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根本不需要去帮助。你刚刚讲到的2艘华盛顿邮报登的2艘货轮，我觉得如果就算是之前签约的军民两用的这些物项，那其实也就原先的这个协议。因为现在就双方而言都还不算是进入战争状态，虽然战争已经这个不断的在提升，可是就中方而言，其实提供相关的这个物资呢，你自己将来处理，或者你在海上被打掉，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但他不会因为说战争，他可能是因为害怕被牵连而就不提供。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美国大概也了解。那当然，关键就会在这个货船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被这个击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你说可能会不会变成一个中俄美之间的代理战争目前都还不会看到这种情况。俄国跟美国也有俄乌战争的问题，中俄之间也有他们双边的问题，而且在目前的美伊战争上面，其实美国面临的困境并不比伊朗低啊。尤其川普他的战略不清楚，他现在战术又这个被动，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面临到了一个新的领袖出来的伊朗，强硬的伊朗，其实接下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在这个时候特许了中国邮轮可以通过荷姆兹海峡。那么普丁则是扬言会对欧洲来做断气，中俄会不会成为在美伊战争之后唯二拿到最大的一个赢家呢？今天我们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好，本来来看到说这一场战争打到现在，应该影响最大的会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没有想到这当中也有2个国家捡到了好处，会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吗？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分析。关键其实就在荷姆兹海峡了。战争开打之后，大家知道伊朗就是立刻宣布他要封锁他的荷姆兹海峡，阻挡所有的船只进出哦。那么外界就在看说，中国大陆应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吧？因为呢，大陆进口的原油有50%都必须要经过这个海峡，它的天然气也有16%是要经过荷姆兹海峡的。没有想到这个伊朗在5号这一天突然间宣布了，针对中国大陆的船只是可以让它通过这个海峡的，结果就是立刻看到了一艘中国大陆的货轮，这个是铁娘子号，安全的通过了荷姆兹海峡，被解读是伊朗针对了中国大陆，特别开了一个绿色通道给中国。反之，这个也是同样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被
证实有一艘日本的船只在荷姆斯海峡受到不明物体给袭击。日本的外相最新出来声明了，他说2个日本人已经遭到伊朗的拘禁，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好，中国大陆船只可以顺利通过这个海峡，也代表中伊关系是依然紧密的意思吗？接下来中国大陆在这一场战争当中的角色会是什么？会去协助伊朗吗？如果扩大成长期的战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确定会得利吗？张将军又怎么评估？无论伊朗，它毕竟还会有选择性。那这个现在这些船舶，它都有 AIS 系统，就是船只自动识别系统，它会回报的。你这个每一个船都有它的名称，都有它的编号，很清楚了。一看到中国大陆的船，那就开绿灯就好了啊，它也不要对的。一看是美国的船、英国的船，甚至是其他国家非常对伊朗不友善的，那对不起了，我就要实施。这个不用拿飞弹来攻击，用无人机就可以了。因为这些油轮啊，或者液化天然气，我们叫 LNG 啊，那个船啊，就是液化天然气那个船舰啊，都是圆形的。那上面根本没有进步防御系统，无人机过去就可以了。上面载着40公斤炸药，一个就过去了，就给你一锅端了。那大家乖乖的就不要动了，你不要动就安全了。所以这个伊朗，我认为他会在那边对特定的国家开绿灯。那你就站到我这边，那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就过去了。那其他的一看你小心一点，那可能这时候大家可能会用挂其他国家的旗帜，拿其他国家旗的招牌。你上一次也门的胡塞组织控制的红海的时候，有人还偷偷挂其他国家的旗帜通过嘞。那个也门胡塞组织那个旗，因为那个红海地方最狭窄的地方，也门胡塞组织忘记就看得到。你看那个旗帜旗帜是哪一个国家旗帜？放行，是这样，因为那个海峡最短，荷姆斯海峡，那伊朗控制的荷姆斯海峡最短39公里，对，才21海里，而且上面还有伊朗的岛屿在上面呢，岛屿上面都可以布防，这是无人机可不可以？我认为当然可以了。所以现在那中国大陆角色怎么样呢？我认为，如果打得越长的话，中国大陆角色会越重。第一个，大家希望中国大陆你出来当东道主，好不好？来调停，好不好？对不对？伊朗也希望你出来调停，美国也希望你赶快叫伊朗出来谈吧，不要再打了吧。双方都有压力，美国有库存降低的压力，伊朗也有弹药，这个无人机跟这个导弹不足的压力都会下降嘛，不会说一个这个它下降你不下降，统统下降，所以就有这个方面压力。第二个，这个穆斯林你注意看，穆斯林的国家住在这些美军的驻地都住的穆斯林，都是我们讲到的都是回教国家。是，那回教国家，我们都是回教国家，回教国家打回教国家。你从我回教国家的机场起飞去打回教国家的伊朗，那当然他们都会有那种压力耶。虽然大家里面有分什叶派，也有逊尼派，但大家都是穆斯林啊，所以是这样子。那加上他也希望中国大陆出来来帮忙，因为我没办法讲话，因为美国驻军在中国，我怎么办法讲？但是中国大陆可以出来做调停。第三个，能源压力会因为大家会大的话找谁？找美国没有，找以色列没有用，找中国大陆很有用。是这个样。第三个，地缘的压力，大家。很多国家不希望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独大，大家都被以色列玩完了。那大家希望地缘战略平衡。那地缘战略平衡，中国大陆你出来，赶快做调停。所以我认为，伊朗在这一方面，他不见得会从中国大陆直接拿到武器，他从巴基斯坦调拨就好了嘛。印巴战争的时候，伊朗是支持巴基斯坦的，那你怎么调拨？中国大陆绝对不会直接给，你给他100套，我给你100套。但我没有给你，我是给巴基斯坦的。那巴基斯坦跟那个间接一转一手，可不可能？这种可能性很高啊。但是我中国大陆没有卖啊，我只卖巴基斯坦。那其他是巴基斯坦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有这种弹性调拨的可能。好，所以看到这个在伊朗，他对荷姆兹海峡祭出封锁之后，现在国际感受到了压力，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在此刻出来调停。刚刚说受惠的国家，除了我们特别提到的中国大陆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能源国俄罗斯了。在这一场中东的战火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狂飙75%，那让天然气大国俄罗斯就掌握了这个能源的筹码。普丁在这个时候就立刻放话了，他说：“也许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停止向欧洲供气，对我们更有利。”被解读是不是要赚能源财呢？更关键的是，美国现在为了保护这个以色列在中东的一个基地，还有美国正在大量的消耗它的爱国者飞弹。这一些飞弹注意了，原本都是要给乌克兰的，因为呢每个月至少需要60枚的爱国者3型飞弹。现在如果库存都拿去给中东了，代表会削弱乌克兰的防空，那当然会有利俄罗斯在战场上面的表现。
将军怎么看？其实如果说这个任何一个国家作战不要说是国家打仗了，就一般的小流氓打架都同时面对两帮太保的话，你一定是集中优势的这种打击力量去对付一个嘛。那另外一边来讲你只能用牵制的方式或用节约的方式所以军事作战一定讲究节约与集中要打的地方你一定集中兵力去打，那次要部分你一定节约兵力，甚至于用军术。我们都认为说是美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是不是这个同时面对太平洋战争跟欧洲战场？虽然讲是这样讲，但事实上你看包括到这个欧洲战场来讲，它是靠盟友包括到这个英国、欧洲这些盟友，甚至于俄罗斯帮他打。那太平洋战争如果不是中国帮他牵制住大部分的日军在中国战场，那他在太平洋战场上面他也不可能打那么顺利。所以这次我认为说是美国如果说这次我认为他的力量就算是他有能力，他也不应该同时在2方面用兵，尤其是现在在俄乌战场跟这个中东地区来讲的话，他必须要集中在一个地方。如果他同时分散自己兵，那最后一个结果，就算是你有能力打赢，那你一定是变成这个旷日费时嘛，你一定会拖很长的时间。那现在这个如果说用这种论述来看的话，那我相信就俄罗斯来讲，他一定占到便宜了。他不管是在经济方面或军事方面，那你美国不能集中兵力，不能集中你的这资源去支援乌克兰，战场势必是如此。那此外来讲的话，对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在东亚地区，你现在很明显的，当你的这种导弹数量不足，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你现在甚至于要将韩国、将日本，甚至于将我们台湾的这爱国者3的导弹这个调去中东地区，不管是你这些导弹，你要防卫你自己的27个基地，或者是协助以色列来做防卫，那证明你的资源都空虚了。所以我认为美国在这次来讲犯了一个很大一个错误，就是2面开战到处树敌，到最后贝多利分。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可能救得了这边，这边这个救得了，但是另外一边却失火了，这是他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好，现在美国面对很大的压力。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那现在是俄罗斯跟中国在这方面会成为这场战争最大赢家吗？聂老师又怎么看？OK， 我讲美国的确面临很大威力了，这个压力了，这个内外夹击，说不好听的，国际当然会给他一些压力，当然也有支持者，但是呢，美国自己本身他的党派也有非常多反对者嘛，我想，你这个无缘无故的完全不顾人道，就像袭击别的国家，而且到底有多少的深仇大恨，我们实在是也看不出来。好，那第二个呢，我要讲就是说，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全球呢，我现在不看现在，看未来，全球一定会产生一些 chemical 变化。首先，第一个，在目前来讲，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全球的能源大国伊朗绝对是排名前面的。第一个，它在石油的储量是全世界第4大，虽然它的产量以及出口可能是10几名，可是已经是非常大。当它的荷姆斯海峡也控制了整个从那个海峡出去的1/3的全球的石油的供给量，所以呢，当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2组这个全球能源这个输送这个供给的一种能量哈。第二个呢，天然气也非常重要嘛哈。刚讲的这个 LNG 这个东西在伊朗它是储量是全世界第1的，大家去了解一下。当它生产量是第3，逐渐它的能源算是真的能源大国。另外一个国家当然很清楚，刚刚问的那有些国家可能就因此而受惠啦。谁呢？俄罗斯不就是吗？俄罗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天然气或者石油，尤其在欧洲，它控制了这个大半边天的这个能源市场。这个整个欧洲就仰赖这个俄国嘛，所以这时候在经济角度来讲呢，俄国绝对是大为获利，他一定也会把价格讲不好听，伺机以待把它提高价格。那你知道这个价格还真的已经涨到了75%，所以对这个俄国来讲，经济上算是一个大的利益啦。还有一个呢，在军事上呢，其实这时候美国把军力放到了这个伊朗、中东这个地方来，其实俄国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啊，美国就没有办法再那么有心的去在俄乌战场上呢做很大的琢磨。但我现在还要讲另外一个国家受惠的，非常明显就是中国。为什么呢？中国当然在经济不一定受惠，因为能源1/3从这里出去，尤其伊朗又是 support 中国的很重要的一个能源的一个这个供给者，这时候一定会受到一些伤害。可是呢，他也给这个中国开了一个等于是绿灯啊，一个这个特殊的门，让只要是有中国的船过去，他就让它能够通行。因此私底下他也一定会尽量的 support 中国，因为毕竟啊。
在意识形态中，这些中国在幕后是比较会支持伊朗的这个倾向的。我先要讲一个哈，就是大家如果去回忆一下，中国呢，其实在2015年和2017年分别拍了《战狼1》和《战狼2》这2部电影，我刚好看过，在飞机上看的。你知道吗？那这事情让我想到一个赫姆斯海峡这个中国船过去，让我想到一部电影里面，让我让中国人看了会非常激昂的一个非常爱国民族主义的一幕，哎，也就是他的男女主角用一辆卡车在解救这个非洲黑人要离开的时候，不小心刚好碰到了敌人呐、那在这个山群上已经都埋设好机关枪，准备把这个卡车全部射杀的时候，结果他们慌了，完了没有招了。结果有一个人想到说 ，Hold on one second， 等一下，他马上跑到这个车子的后面，一拿出来一个是什么？正好机枪要打下去，挥出了一个5星旗，哎，吓到了所有的那些要开枪的。Hold on， 一China，你不能打，这是中国。当然，这个有点把中国的这个精神打到太高，这也就是川普当时第一任时候很不爽，然后厉害了我的国啊，战狼这些电影，造成他说，哎，开玩笑，这次一样嘛。你知道中国船来，刚刚将军也讲了，今天你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电子系统告诉这中国船，也不需要，通常过去也会通报啊，也会做报告。你只要是中国人，但你也不能作假，尤其国旗不能乱挂的，你知道？挂的是，如果刚好是我们对岸中国大陆的国旗，我跟你讲。这时候伊朗只让他放行，对中国来讲，这个经济利益当然也就出现了。还有一个是政治利益，这整个国际关系在这一次啊，你会发现，不以前讲战争与和平，现在是谁在鼓舞战争，谁在鼓吹和平？这个不用讲嘛哈，不言而喻，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因此未来你看啊，这也会使我想到，你看2战的时候，美国在后面，不管是欧洲、亚洲战场。美国在后面 support 啊，他做兵工厂去 support 出去。那在这个俄乌战争也是，美国呢在这不断的支援乌克兰。现在你会发现啊，现在是美伊如果或者中东这边如果有战事，请问谁在后面 support？ 而且他不用出太多的兵力，他只要 support 一些这个武器出去，就可能会折耗用消耗战折耗他未来可能的敌人。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假想敌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对岸。那今天中国对岸这个中国大陆呢？他如果在这时候把对方的这个战力在此时消耗掉，对他未来在军事在政治上可能都有很大的利多。